日前，美国政府已同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签署正式协议，允许其从每两家公司采购多达1000架攻击性无人机。此举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当局正按照美方的意图，把台湾岛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呢？此次美方批准对台出售的是美国宇航环境公司的弹簧刀300型巡飞弹，以及安杜里尔公司的阿尔提乌斯600MV 反装甲无人机。据悉，台湾地区于9月底签署了一份交付承诺书。消息人士透露，很快就会签署包含明确数量、金额和交货日期的合同。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已制裁涉事美企及其高管。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你刚才谈到的、涉及到的相关的两家美国的企业及其主要高管，已被中方制裁。今年1月，外交部宣布对宇航环境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7月，中方宣布对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制裁，并对宇航环境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的5名高管采取反制措施。实际上，美方为了向民进党当局推销无人机采取的招数包括恐吓和画饼两手。今年5月，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披露了美军的所谓地狱景象计划，即美军要利用一些机密战力将台湾海峡变成一个无人地狱景象。他所指的机密战力就是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和无人机。但分析认为，即使台军真的买了这些凯子军购，美国的地狱景象计划也无法实现。目前台湾的军力和解放军相比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差异非常大。所以的话呢，美国要把台湾这样一支力量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主观臆断。台湾不管是买无人机也好，买其他的装备也好，都无法与大陆实施抗衡。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帕布拉所讲的东西，第一是主观的，第二是我觉得是只不过过嘴瘾而已。针对美方宣布最新价值19.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台办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正告赖清德当局，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势，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不仅如此，台当局驻美联络人于大雷近日对美国媒体宣传，台湾民众已准备好作战，不需美军帮忙，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抨击这种引战言论对台湾处境和两岸关系都不利，徒增台湾风险，升高两岸紧张情势。有关言论再次暴露了赖清德当局为了政党私利，不惜把台岛变成战场，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政策的丑恶嘴脸。赖清德当局正在加紧备战谋独，如果任其一意孤行，台湾只会更加的兵凶战危。美台在军事层面以外的勾连也同样值得警惕。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蓝英于10月28号到11月1日窜访台湾。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客在玩政治游戏，通过在台湾地区的表演，一方面来搅乱台海的局势，挑动台海的对立；另一方面通过打台湾牌来服务美国大选。美国财政部29号还称，将与台当局开始就解决双重课税问题展开全面协议谈判。首轮谈判预计于未来数周内登场，预计协议内容将包括降低跨境支付股息、利息及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等。实际上，这一谈判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将民进党当局排除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之外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此前被拜登政府视为一大政绩的印太经济框架，已经陷入偃旗息鼓的尴尬境地。与民进党当局讨论经济，也必然不会给台湾企业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据福建海警30号的消息，大陆海警船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10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